子竟敢损毁宝刀！放手！宝刀是我的，谁也别跟我抢！医师，武当派的梯云宗。
死！都想死！快交出宝刀！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！小心！啊！你别过来！屠龙刀在哪儿？说出来在哪里，我就给你解药。屠龙刀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别想抢走它！屠龙刀在哪儿？快告诉我在哪儿啊！屠龙刀在哪儿？你倒是说呀，说呀，你快说呀！你们是别人要的。屠龙刀呢？
我们真的不知道屠龙刀在哪里。我们如果知道天鹰教要刀，我们拿刀先跑都来不及呢，怎么敢藏起来？饶了我们吧！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说的话？走，走。叶王，刀确实不见了。追。是。江湖上一定会因为这把刀的出现而激起血雨腥风。我一定要把屠龙刀带回武当，交给师傅定夺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如果是，你眨1次眼；如果不是，你眨2次眼。刀到底是不是在姓殷的手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还嘴硬！哼！各位江湖豪杰，齐聚天鹰教阳刀大会，恭迎教主千金，紫薇堂堂主殷素素姑娘。敝教新晋得一柄宝刀，名叫屠龙刀。敝教教主诚恐各位英雄不知道屠龙刀已为敝教所得，所以奉请各位驾临，一睹宝刀真面目。有请殷姑娘扬刀立威。
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还有谁敢不服？凡是不加入我天鹰教者，都给我站出来！好刀！这刀是我天鹰教的。你们这些人都是有眼无珠，错入师门，就应该死！元真奉住持师叔之命，前来向3位太师叔请安，而且顺便有几句话，
想和这个囚徒说的。有劳3位太师叔在这里看守，一来能引得这个奸人的同党过来相救，好把当年害我恩师的人一一除掉；二来说出这宝刀的所在，免得落入别派的手中，篡窃这武林至尊的头衔，折了本派千百年的威望。谁？3位老禅师，今日晚辈被困，性命难保，但大丈夫死不足惜。在下有一件事情，必须和3位说清楚。元真俗家姓名叫做陈坤，外号混元霹雳手，是我义父的业师。陈坤的师妹，也是杨顶天教主的夫人，她与陈坤确有私情。杨教主知道之后，练功走火入魔而死，而杨夫人也因内疚而自杀身亡。这个陈坤一怒之下，为了报复明教，假罪强奸我义父的妻子，更不惜杀害他一家13口。义父一怒之下乱杀5人人士，逼陈坤现身。而此时，陈坤已拜空剑神僧为师，又使空剑神僧深受我义父衣食3权，然后就失信而不出现。最后，空剑神僧也饮恨而死。多尔大师，晚辈不知杨教主与您如何结怨，但想必其中定有奸人挑事生非，此事多半是陈坤所为。多尔大师，您不妨想想，是否如此？老衲与杨顶天结怨，陈坤的确牵涉其中。后来他意欲拜老衲为师，老衲从不收弟子，这才把他引荐在空剑师侄的门下。这么说来，那是他有意安排的。陈坤恶贼，有种出来当面对质，难道想杀人灭口吗？当真是元真吗？的确是他。若非他做贼心虚，何必偷袭呢？3位老前辈，快让我去见我义父吧，或许他会知道更多陈坤的阴谋。阿弥陀佛，义父。
弥佛，阿弥陀佛。祝愿无忌一生平安。三位老前辈，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成坤的诡计，还请放了我一副。元真之事，我们定会向方丈言明的。但事关本门弟子的清誉，孰是孰非，恕老衲不能只听你一人所言呐。我师兄弟3人奉方丈法旨看守谢逊，佛前立下重誓，绝不能让谢逊脱身。此事关乎到本教千百年的荣辱，还请张教主见谅。张教主要救谢逊，可请随时驾临，只需破了老衲兄弟的金刚伏魔圈，立时可陪狮王同去。张教主可多约帮手，车轮战也好，一拥而上也罢，只我3兄弟应战。于张教主再度驾临之前，老衲3人自当维护谢逊，绝不容元真伤他一根头发。多谢3位高僧。有劳空智大师迎候，必教有要事向贵派倾谈，专门上山拜访方丈大师。方丈今日抱恙，不便见客，有何见教，贫僧待听。无事不登3宝殿，在下便开门见山了。此次前来，特恳少林看在武林一脉上，开示必教金毛狮王。张教主要救谢逊，只需破了金刚伏魔圈，任凭你将人带走。那就请吧。张教主，请吧。张无忌率明教教众拜见3位神僧。张施主，你又来此，所为何事？无忌领教过3位神僧的盖世神功，钦佩之至，原本不敢再来讨教。但金毛狮王谢逊与在下有父子之恩，与明教众兄弟有朋友之义。纵使我们不自量力，但还是要非救他不可。施主是要闯阵了？在下不才，想请2位教中兄弟相助，以3对3，平手领教。上一回你1对3，是有点不公道。那今天，我们就再比一回吧。杨左使凡有事，小心。好，
师叔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毒解了吗？解了，全靠范施主和赵施主相救，要不你我焉有再见之日？三位师叔，不要打了，不打了，这都是元真的诡计呀！正如张教主所说，元真就是陈坤。那日被三位师叔看破，他就暴露了身份。当我质问他时，没想到他提前给我下了药，让我失去了内力，就把我给软禁了起来。哦，他还胁迫我师弟空智，把整个少林寺给掌握在了手中，弄出了这么一个屠师大会呀！明教对少林有恩，张教主，你到地牢里去，把谢大侠带上来，离开少林寺吧。多谢空文大师。义父，姓谢的，你杀人无数，罪恶滔天。今天我就当着天下英雄的面，将你挫骨扬灰，为武林除一大害。张芷若，芷若，不要！张无忌，是你负我在先，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！不要！芷若，你恨的人是我，与我义父无关。我求你放过我义父，一命换一命。周芷若，你向我们下毒，偷走屠龙刀倚天剑，行为可耻。亏你还有脸在这里说别人的不是，好一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！陈坤，你给我出来！陈坤在这儿，陈坤在哪儿？在这儿就在哪儿？哪里有陈坤？哪里有陈坤？义父，没有陈坤。义父，
陈坤，你可能改变了容颜，但你改变不了你的声音，你的一声笑声，让谢逊没齿难忘，刻骨铭心。陈坤，在哪儿啊？等一下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？陈坤，这些魔教奸人，扰乱佛地，藐视本派，罪无可恕。少林弟子听令，凡是魔教中人，一律格杀无论。是。住手！元真，你才是少林的叛徒，你图谋方丈大权。来人，先把元真给我抓起来！空门和空智等人勾结魔教，出卖本教，他们才是叛徒。你们千万别抓错人了！血口喷人，你才用毒药在胁迫我们！来人呐，把少林叛徒元真给我抓起来！元真，邪不胜正，你图谋接掌少林方丈之位，恐怕是痴心妄想了。陈坤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各位英雄，今日之事，来报！义父，哎，你快还手啊！他是我师父，让他两拳一脚，又有何妨？赶快发暗器打瞎陈坤的眼睛啊！义父绝对不容许我这么做。义父小心！陈坤，瞎子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因果报应，善哉，善哉。陈坤，你杀了我一家13口，我应该打你13拳7伤拳，
可如今你武功全非，双目失明，再也不能祸害人了。那么我剩下的13拳，不打了。义父。 义父，不要啊！义父，如今我自废武功，把你交给我的，今天都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无恨。 无怨，你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你喽。败军之将还敢跑到这儿来，马上投降，老子饶你一命！两个老不死的，今天我范瑶要揭你们的皮，拆你们的骨！哼，告慰兄弟们在天之灵。那你先得活着回去再说。快走！谢逊，你武功全废，为何还要救我？一念之间，我谢逊走了弯路。你不要谢我，不要以为天下人都负了你，然后去报复，一错再错，最终没有了回头路。芷若，你要以此为戒，顿悟全非，回头是岸。芷若，好好的，好好
好的带无忌。我谢逊悟了半生，又修了半生，如今终于悟到了，可以去见空剑大师了。谢前辈，谢前辈。周老四徐达率大军及时赶到，杀入援军主帅大营，群雄士气大振，势如破竹。援军溃退，少林围困得以解除。见掌门要被抓走，刚准备一拥而上，就被殷离用毒粉全部制服。周姑娘，你不必担心，这些毒不折磨人的，他们等一会儿就都死了。周芷若连忙跪地求饶，金花婆婆拿出一枚丹药，告诉她这是天底下最毒的药，周芷若只要吃下去，她就立马给其他弟子解毒。周芷若接过药来，心里想着师父要自己欺骗张无忌，实非自己的本意，倒不如一死了之，反而痛快。于是接过来就吃了。张无忌刚想起身阻止，赵敏却说这只不过是一颗糖豆而已。金花婆婆带走了周芷若，殷离丢下一瓶解药给众弟子，丁敏君抢过来就吞了一大半。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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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师姐，师姐，给我！师姐，师姐，周芷若被金花婆婆抓走，张无忌自然要去救。赵敏告诉他，他义父很有可能就在他的那个岛上，原因就是白天的那具跟倚天剑一样锋利的兵器，这绝对说的是屠龙刀。如此一来，他便要跟张无忌一起去见识一下。小昭也想跟着一起去，张无忌却担心他不能自保，让他留在这里等他回来。赵敏说话就比较直接，说他没有武功去了也是拖后腿。最后张无忌还是架不住小昭那可怜的眼神，决定带着他一起行动。第二天，赵敏不紧不慢地享受着美味佳肴，张无忌救人心切，上前催促。正在这时，属下来报说船只准备就绪，已经可以出发了。只是什么呀？只是这驱逐渔船还需要些时候，这人员的调度。剧主息怒，剧主息怒！我再给你一个时辰，我要海边50里之内都看不见一艘多余的渔船，你听懂了吗？是。我们走吧。而且还都处于负伤状态，他们没有多少人马与这些小帮派抗衡。张无忌提议先去密道当中躲一躲，可众人都露出为难之色。张无忌还以为是他们顾及脸面，不想做缩头乌龟，只得苦口婆心地劝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可杨逍他们并不是顾忌这个，而是教中规定密道只有教主能去。张无忌问道：如此特殊情况，教规可否修改？杨逍说可以，那就是张无忌成为新的教主，到时候教规想怎么改都随他。杨伯伯，我年轻识浅，何德何能担此重任啊？更何况我太师傅再三告诫，令我绝不可深入明教，我已答应他老人家，绝不可失言呐。无忌，外公的话你总要听吧？外公，我知道，虽然你跟外公不如你跟太师傅亲，那也是半斤八两。今日外公让你当这个明教的教主，好了，现在外公的话和你太师傅的话那就相互抵消了，你谁的话都不要听。至于说你当不当这个明教的教主，你自己决定。外公，再加上我这个舅舅，这样总够斤两了吧？张无忌拿出了杨顶天的遗书，杨逍看过之后面露喜色，上面说让金毛狮王代设教主职务，如今子承父业，那就是天命难违啊！众人都纷纷跪倒在地参拜张无忌，张无忌只好说自己先带领教主身份，等日后有合适人选再将教主位置归还。张无忌连忙叫众人去密道当中躲避。
杨逍提议放一把大火将此处烧光，制造出他们已经逃亡的假象，等此次危机一过，自然有机会可以重建。得到张无忌的同意之后，光明顶上成了一片火海。张无忌自然是不知道的，他只知道太师傅跟他说过，只要学会了完整的九阳真经，那玄冥神掌的毒就能完全化解了。他迫不及待地按照经书上所写的修炼方法开练。都说万变不离其宗，这本九阳真经就是天下武学的宗。张无忌修炼下来效果极其显著，体内的寒毒被尽数排出体外。经过了5年的沉淀，张无忌已经将几本经书全部学会，寒毒已全部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绵绵不尽的纯阳之力。张无忌得救了之后，肯定不能在这里一辈子了。他想着回武当去找太师傅，于是他来到当年那个洞口，又爬了回去。朱长林在这边受尽了苦难，看到这小子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，便心生歹念，还想像5年前一样对他出手。结果手刚搭到张无忌的肩膀上，就被强大的内力震飞出去。朱长林震惊之余，也是问起了张无忌修炼了什么神功。张无忌坦然相告，朱长林听后大为震惊。要是早知道有九阳神功，他还找哪门子屠龙刀啊？张无忌说自己已经把经书全丢了，而且丢在哪他都已经忘了，这可把朱长林急得直跳脚。张无忌还是想着怎么脱困，而且他还想着带朱长林一起走。只是坏人永远都是那么坏，并不会因为你的大度就会对你感恩戴德。小兄弟，那你看咱们怎么离开这儿啊？啊？张无忌叫赵敏告诉自己衣服在哪里，他手上又为何会有衣服的头发？众所周知，那9阴白骨爪是有毒的。赵敏抵挡不住毒气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张无忌去看他肩膀处的伤口时，只见犹如僵尸抓的5个指洞正流着黑血。张无忌用嘴帮他把毒吸了出来，又敷上了临时找的些草药。赵敏说峨眉派绝不可能有如此阴毒的功夫，想必定是他已经解开了屠龙刀倚天剑的秘密，武功才能如此大进。张无忌觉得可能是灭绝私传他的高招，对赵敏的话依然不相信。张无忌见他已经没有力气行走，便叫他赶紧说出义父下落，自己去救。可赵敏却以此为筹码，他深知只要说出谢逊下落，张无忌立马会回到周芷若身边成亲。赵敏现在已经没有家了，他不想再失去张无忌，所以只能由他带路。两人骑马走了一阵，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，张无忌立马带着他躲了起来，没想到居然是2个援兵。张无忌将他们打下马来，发现他们身上藏着一封密信。张无忌看过之后，气得直接把信撕了。没想到明教之中居然藏有奸细，信中把义军的战略布局都告诉给了朝廷。张无忌还没从愤怒当中缓过神来，汝阳王的儿子带着玄冥二老来到此处，玄冥二老负责对付张无忌，其他小兵则是将赵敏押回。当然这2人肯定已经不是张无忌的对手。片刻过后，张无忌已经将其击败，随后飞身上前掐住小王爷的脖子。赵敏眼见张无忌要伤害他的哥哥，立马上前阻止。张无忌全身紧绷，九阳神功自动护体，赵敏只是碰了一下就被震得口吐鲜血。张无忌只得带着他进了山洞疗伤。赵敏家在家人和张无忌之间实在是很难做人，既不能让家人伤了张无忌，又不能让张无忌伤害自己的家人。休息了一夜过后，赵敏和张无忌换上了寻常百姓的衣服，继续踏上了寻找谢逊的旅途。信啊！昨天逃出来的一路上，大家也都看见了，姓张的小子走到哪里，我们周师妹的眼睛就跟到哪里，含情脉脉的都要流出水来了。看，就是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把那魔教头子勾得魂不守舍的。怎么，心疼啦？那天李军的嘴巴好厉害，你的周姑娘恐怕不是对手哦。你现在出去，只会让周姑娘的处境更难看。你叫我一声好姐姐，我就出去给你的周姑娘解围啊。眼见周芷若根本不是丁敏君的对手，张无忌有些按耐不住，要叫出好姐姐来。正当张无忌想要开口之时，外面传来了金花婆婆的咳嗽之声。在得知了是灭绝死后，他的徒弟们在这争掌门之位时，心中不免充满遗憾。按他所说，他已经借到了，
跟倚天剑一样锋利的宝刀，那除了屠龙刀还能是何物？张无忌在暗处不免将他和义父联系到一起。此刻丁敏君还以为金花婆婆是软柿子，结果换来的是十分无情的2巴掌。金花婆婆也不多说废话，她这辈子一定要赢灭绝一回。现在她死了，那只好叫她的徒弟们来比。周芷若身为新任掌门，在这种时候自然要站出来。虽然她说的句句掷地有声，不露峨眉威风，但是武功就有点名不副实了。别慌，你这掌门人不会是抓阄抓来的吧？峨眉武功也不过如此。峨眉武功博大精深，只怪我学艺未成，只懂皮毛，才智有辱师门。今日你要杀便杀，不过请放过我一众同门。灭绝师太眼光也不算太差，虽然周芷若武功不怎么样，可这刚烈的性子倒是有点灭绝的影子。金花婆婆有些欣赏她，准备带她回岛。周围的峨眉弟子或许是情急之间丢了，看来小昭还得多戴一阵子的手铐。另一边少林寺居然去而复返，他们此行是为了元真的尸体。元真作为他们的同门，自是要好好带回去安葬，可不知为何突然就找不到了。他们怀疑是明教怀恨在心，将他的尸体拿去泄愤。我说你有病吧你这活的我们都不要，要那死的干嘛啊？当猪当羊宰了吃都行，各羊剁不喂狗吧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没拿就是没拿，去问问其他各派吧。你们当真没拿？我倒真希望那尸体落在我手上啊！剁吧剁吧剁吧，宰了当猪当羊喂狗吃。请回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已经彻底恢复。众人商议过后，决定拥立张无忌为明教第34任教主。张无忌的侠义之心以及一身本领，让明教众位弟兄都心服口服。特别是刺头周颠和韦一笑，这俩人不服杨逍，只服张无忌。虽然大家热情高涨，但张无忌却百般推脱，说自己难堪大任，不敢消受。正在这时，又有人入侵光明顶。这次来的不是6大派，而是江湖上的一些小鱼小虾。这些小帮派平常不敢妄动，却喜欢干些趁虚而入、趁火打劫的事情。如今明教被6大派杀的只剩下些高层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呀？你肚子也不能吃了我呀！怎么了？你肚子不舒服吗？啊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大一个伤口啊？张无忌猜想可能是小猴子将老袁带过来看病，伸手去摸老袁的肚子，那里面果然有异物。他当即决定给老袁做手术。只见他找来一块锋利的岩石，顺着原先那个伤口划了下去。只见老袁的肚子里有一沓厚厚的油脂。张无忌将这些东西全部抽出来之后扔在一边，用骨针将伤口缝合。一切处理完毕之后，他才细细的看那一沓东西。打开油纸，里面是几本书，封面用天竺梵文写着，正文也是梵文。张无忌看不懂，不过字里行间那一排排小字却是汉字。张无忌只读的开头几句就惊呆了，因为这是九阳真经的经文。小时候张三丰曾教过他一些。他忽然想起太师傅曾经说过，九阳真经写在楞伽经的夹缝之中，不过经书几十年前就被潇湘子和尹克西偷走，到最后江湖上只留下一丝线索，那便是经在油中。可这4个字，这几十年来没一个人能想得通。其实是人传人，将话给传错了。潇湘子和尹克西所说的是经在园中，他们当年偷完经书，找了一只老猿藏了起来，任凭江湖上的人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想到。哪知张无忌觉醒了捡漏王的属性，让他得到了全套九阳真经。当然，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上帝视角。今天暂不偿还。张无忌此言一出，顿时引得满场哗然。周芷若更是心凉到了极点。众人都不知赵敏使了什么妖术控住了他。张无忌已经大步流星地跟着赵敏去了，只留下周芷若一人听着满堂的指指点点。周芷若的愤怒让他再也隐藏不住实力，他此刻对赵敏的杀意已经到了极点。只见他化指为爪，对着赵敏抓了过去。
周芷若武功突飞猛进，甚至已经超过了灭绝。他用的功夫正是九阴白骨爪，但因为射雕跟倚天中间相差了几百年，自从梅超风之后，这套功夫已经失传，所以在场之人都不认识这是什么武功。张无忌拦住周芷若，先是道了歉，然后说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处理，希望周芷若能谅解，然后便带着赵敏快步离开了此处。各位亲眼所见，今天张无忌为了蒙古妖女弃我而去，是张无忌负我，不是我负他。从此以后，我周芷若和张无忌分作一决。我周芷若不雪今日之耻，有如此诛。郡主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居八九，既如此，也是勉强不来的。我偏要勉强。我这第二件事情，就是要你今日不能与周芷若拜堂成亲。抢亲的桥段在小说中经常出现，但是女抢男的场面可不多见。赵敏不同于其他女子，从那句我偏要勉强当中，就能看出她对感情的执着。周芷若往她身上泼了那么多脏水，赵敏是不会看着她好过的。赵敏提出了与张无忌的3件事约定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现在他要求兑现第2件，他要张无忌不能与周芷若成亲。周芷若听罢，气得将盖头都掀了起来。今日武林中的各大门派都在婚礼现场，赵敏居然敢独自一人来破坏婚礼。周芷若怨毒地盯着他，等着张无忌替自己做主。张无忌不会任由赵敏胡来，自己当时说过，赵敏要求之事不能违背仁义道德，答应婚约是自己对周芷若的承诺，若是反悔，自己岂不成了失信小人？所以张无忌直接拒绝了赵敏的要求。赵敏淡然一笑，张无忌这回答在他意料之中。只见他往前走了几步，伸出右手给张无忌看了一眼。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在干什么？我这第2件事情，你依不依我，全由你。萧姑娘，请留步，一切从长计议。要不就跟我来，要不就和周芷若拜堂成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婆姑妈妈。好，都依你。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他自很爱他自恶，我自一口真气足。第一式，这不就是九阳神功的秘诀吗？张无忌为了躲避朱长林的追杀，不得已从崖壁上的小洞钻了过来。没想到小洞的另一边竟然是如此一片世外桃源。张无忌心想，反正自己左右也是个死，能死在这么美的地方也倒是不算亏了。外面的世界坏人太多，他下定决心留在这等着毒发。饿了就吃野果，渴了就喝山泉，日子还算逍遥自在。张无忌心地善良，即使朱长林那样对他，他还是想着将野果分给他一点。毕竟他那边是冰天雪地，活动的地方也就跟畜生的圈差不多大，几天不吃东西肯定得被饿死。张无忌将野果顺着小洞扔了过去，朱长林还想用言语哄骗，但张无忌又怎么可能过去？他只说这边风景秀丽，比那边好上几百倍。他承诺以后都会给他送食物，叫他不必担心。这天张无忌在采野果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猴子。小猴子的脚被石块压伤了，张无忌将它救了出来，又找来许多草药，嚼碎了之后敷在伤口处，并替它包扎好。如此，那猴子便跟他亲近了，好像宠物一般，帮忙他采果子吃。再看朱长林那边已经是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，每日靠着张无忌给的果子充饥，这也算恶有恶报吧。这天，张无忌正像往常一样睡午觉，突然一只毛茸茸的手伸了过来。杨修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淫贼！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给小福报仇！六弟，六哥，六哥，六弟，住手！你是谁？纪晓芙是我娘，我叫杨不悔。张无忌光明顶上力压群雄，却不慎被周芷若所伤。也许是无力再战，又或许是心里委屈，张无忌终于透露出真实姓名。武当派的这些叔伯急忙上前关怀，但殷离亭依然要找杨逍讨要说法。
杨不悔挡在杨逍身前，说要报仇，就去找灭绝师太。他将当日灭绝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，并说张无忌和他全程目睹，绝无半句假话。殷离婷不可置信地看向灭绝，灭绝并没有否认，反而说纪晓芙不守妇道，爱上魔教妖人，之所以瞒着殷离婷，是顾及他的面子。殷离婷还是不愿相信纪晓芙会背叛他，灭绝让他问问眼前的女孩叫什么名字。不等殷离婷开口，杨不悔已将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。不悔不悔真是个好名字，让人一听就知道纪晓芙是自愿的。殷离婷接受不了现实，直接冲出了大殿。六大派终于散去，只留武当在此照看张无忌。各位叔伯分别嘱咐了几句之后，也要离开了。这次张无忌受伤，可把小昭心疼坏了。疯子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痛？没事，并不大。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会死。傻瓜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傻瓜。几日过后，杨逍已能动弹，特地过来拜谢张无忌，就叫知恩。张无忌哪里消受得起，搀扶起杨逍之后，说自己只有一事相求，那就是小昭手上的锁链，他在密室里早有承诺，只是现在说出来，杨逍也不太情愿。此女实在可疑的很，但张无忌只有这一个请求，杨逍也不好拒绝，于是叫杨不悔拿钥匙给他解开。可杨不悔摸了半天都没找到钥匙。我生平与人动手，也只在灭绝师太手下输过一次，不过那次也并非输在武功招式，是抵不住倚天剑的锋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是为了寻找一把利刃，好与你师父再一决高下。我走遍了天涯海角，终于有一位故人肯把宝刀借我一用，可惜呀！灭绝呀灭绝，你就不能迟一点死吗？我仙师倘若还在，你这个病老婆子也无非是多拜几场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灭绝指定周芷若为第4代峨眉掌门，生前再三叮嘱不得与张无忌再有牵绊。可灭绝生前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秘密，这个秘密是振兴峨眉的关键所在。想要得到这个关键，却又离不开张无忌，所以周芷若便背着同门偷偷的去找他。然而他这一举一动都被丁敏君跟踪。丁敏君本来就不想承认他这个掌门，正好以此来要挟他交出掌门铁指环。周芷若说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恕难相告。可丁敏君却喋喋不休，叫他说个明白。这个秘密只能是掌门人口口相传，其余人无权知道。因此丁敏君如何相逼，他也是不会说的。掌门的位置更是不可能让出来给他。那日在光明顶上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师傅让他刺那姓张的小子一剑，那小子不但不闪不避的，还和我们的周师妹眉来眼去，到最后呢，也只是轻轻的刺了他一剑。那可是倚天剑呐，岂有刺他不死的道理？就是啊，这中间若无私情，谁